在中华帝国漫长而辉煌的历史长廊中，唐朝无疑是一颗最为璀璨的明珠，其开放包容的气度、繁荣鼎盛的文化与垂范后世的志士，共同铸就了后世永恒的记忆与想象。而贞观之治作为大唐盛世的基石与典范，其光芒很大程度上源于一位君主与一位臣子之间堪称千古楷模的互动。唐太宗李世民以其雄才大略与虚怀纳谏的开明，开创了一个时代；而魏征这位出身孤寒、几经辗转才得以施展抱负的臣子，则以他的经世之才、耿介之性与不朽的见证，成为了这个时代最醒目的道德与政治坐标。他的一生宛如一部跌宕起伏的史诗，既是个体在时代洪流中不屈不挠追寻理想的奋斗史，也是一面映照出权力、人性与治国理想之间复杂关系的明镜。他从隋末的动荡与迷茫中走来，历经数主，最终在李世民麾下找到了最终的归宿，并将其理想发挥到极致，以其数十万言的党论之见，塑造了贞观时代的精神风貌，也为自己赢得了千秋金鉴的不朽美名。回溯他的一生，我们不仅是在重温一段个人的传奇，更是在探寻一个伟大时代得以形成的深层密码。魏征，字玄成，出身巨鹿卫氏。他的人生起点是孤苦的贫寒，自幼失户，在困顿潦倒中挣扎求生。然而物质的匮乏从未磨灭他胸中的凌云之志，反而让那些颠沛流离的岁月化作锤炼意志的烈火，铸就了他坚韧不拔的品格，更让他得以俯身贴近土地，亲眼见证社会底层的艰辛与民生疾苦。这份深切的体悟，日后成为他见证君主时最坚实的底色。在那个世人争相奔进换土的时代，魏征的选择显得格外另类。他没有急于谋求一官半职，反而抛却生计琐事，遁入道门，成为一名道士。这一抉择或许藏着难以为生的无奈，却意外为他辟出一片精神的净土。道观的清净隔绝了俗世的纷扰，让他得以沉潜书海，经史子集，诸子百家，他无不涉猎。而这份阅读从未导向消极避世，相反，每一页典籍都在滋养他观察时代的锐眼，每一次思考都在加深他对天下大事的研判。这段寒微却充实的早年岁月，为魏征勾勒出复杂而立体的性格底色。道家的修行赋予他洞察时事的冷静，纵横家的研习点燃他积极入世的冲动，而根植于心的儒家情怀则让他始终怀揣兼济天下的理想。这三者交织融合，化作他生命中最本真的力量，为他日后跌宕起伏却终成千古名相的政治生涯埋下了至关重要的伏笔。公元617年，隋末农民起义的烽火已成燎原之势，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是当时最具实力的一支反隋力量。时年37岁的魏征正在武阳郡城元宝臧帐下为官。历史的机遇在这一年降临。9月，元宝臧起兵响应李密，而魏征的才华也借此初露锋芒。元宝臧写给李密的奏书皆出自魏征之手。这些奏书言辞恳切，条理清晰，不仅展现了魏征深厚的文学功底，还透露出他对时局的深刻洞察。其文笔与见识立刻引起了李密的注意。李密发现魏征非常有文采，于是召其为元帅府文学参军。在瓦岗军中，胸怀韬略的魏征看到了施展抱负的机会，他精心准备，满怀热忱地向李密献上了壮大瓦岗的10条计策。在这些计策中，魏征详细分析了当前的局势，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战略建议，希望能助其成就霸业。然而，此时的李密虽是大，
却或许因连胜而滋长了骄气，或许因内部纷杂而难以决断，最终未能采纳魏征的计谋。这次挫败是魏征政治生涯中第一次重要的谏言受挫。次年局势更加复杂，占据洛阳的军阀王世充不断攻击瓦岗军控制的仓城、洛口等地，但都被李密击败。表面的胜利之下，魏征却看到了潜在的危机。他敏锐地发现，虽然李密多次取胜，但瓦岗军自身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兵力损耗严重，许多将士在战斗中牺牲或受伤。而且瓦岗军一直以来都缺乏稳固的后方和充足的府库储备，将士们在战场上拼死作战，立下战功，却得不到应有的赏赐和抚恤。长此以往，士兵们的积极性必然会受到打击，士气也会逐渐低落，这对于一支军队来说是极其危险的。忧心之下，魏征找到李密的长史郑挺，献上了一整套深谋远虑的战略方案，放弃急于决战的浮躁心态，据险固守，以逸待劳，应对兵精粮足的王世充。他分析，洛阳城粮草供应有限，王世充急于速战速决，而瓦岗军若能坚守险要，闭门不战，便能将战局拖入持久战的轨道。待王世充军粮耗尽，将士疲弊而被迫退兵时，再倾全军之力奋勇追击，必能一举破敌，稳操胜券。魏征恳切直言，若此刻被胜利冲昏头脑，贸然与王世充正面硬拼，恰恰中了对方的圈套，只会让瓦岗军陷入万劫不复之地。然而这一番切中要害的分析与预判却未能打动郑挺。在他眼中，魏征的建议不过是老生常谈的保守之策，毫无新意。面对这般轻视与否定，向来耿直的魏征再也按捺不住，愤而反驳：此乃安邦破敌之策，绝非寻常俗论，何以谓之常谈？眼见自己的良策不被采纳，战机即将错失，魏征痛心疾首，最终拂袖而去。事态的发展正如魏征所预见的那般，李密未能听从劝谏，坚持主动出击与王世充决战，最终因战术失当、军心不稳而一败涂地。这场惨败让瓦岗军主力尽失，曾经威震中原的起义军势力瞬间土崩瓦解。这一次，魏征的远见卓识终究未能挽狂澜于既倒，但他在乱局中精准的局势判断，超越寻常武将的战略洞察力，以及敢于直言的担当，已然在历史的缝隙中留下了深刻印记。公元618年，对于中国历史而言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隋朝覆灭，李渊在长安登基为帝，是为唐高祖。李密兵败后，辗转归降了新兴的李唐王朝，魏征也随之来到了长安。然而他的才能并未立刻得到新朝的重用，郁郁不得志之际，他敏锐地看到了机会。此时李密的旧部名将李绩仍控制着原瓦岗军的大片领土，其动向关乎太行山以东地区的稳定。在这个微妙的时刻，魏征显示了他不仅善于谋略，亦勇于任事的品格。他毛遂自荐，请求前往山东安抚，说服李绩归唐。此举风险极大，但魏征毅然前往黎阳。到达黎阳后，魏征没有急于施压，而是亲笔写下一封书信给李绩。信中他详细分析了天下大势，指出李唐一统天下已是大势所趋，同时也感念李绩与李密的旧情，字字句句既有大势所趋的理性劝诫，又有体恤旧情的情感共鸣，促成李绩坚定归唐之心。李绩随即开仓放粮，接济淮安王李神通，
为李唐平定山东地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好景不长，同年9月，夏王窦建德率领大军攻打相州，李神通抵挡不住，被迫退守黎阳。随后黎阳被窦建德攻破，魏征、李神通、李绩等人皆被俘虏。窦建德早就听闻魏征的才名，并未加害于他，反而任命他为起居舍人，负责记录自己的言行。身处敌营的魏征虽身陷囹圄，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默默观察着局势的变化，等待着再次为民主效力的机会。这份蛰伏与等待，在3年后终于迎来了曙光。公元621年，唐高祖李渊派遣秦王李世民率军攻打王世充，窦建德亲自率军驰援，双方在虎牢关展开了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最终，李世民以少胜多，击败窦建德，并将其生擒。王世充见大势已去，也献城投降。这场战役的胜利，不仅奠定了李唐一统天下的基础，也让魏征得以再次回归李唐。重回李唐的魏征，虽有安抚李绩的功绩与过人智谋在前，但出归之时，尚未明确自己的政治归属。而此时的李唐内部，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之间的楚魏之争已然暗流涌动。李建成作为嫡长子，虽然占据着楚军的名分，但在平定天下的过程中，李世民立下的战功更为卓著，威望也更高，这让李建成深感不安。听闻魏征的才名与胆识后，李建成特意派人邀请魏征担任太子贤马，对他礼遇甚厚。太子贤马虽只是东宫的属官，品级不高，却能直接参与太子的决策。魏征深知这份信任的分量，欣然应允，从此成为李建成麾下的重要谋士。加入李建成阵营后，魏征始终以稳固东宫地位为己任，时刻留意着天下局势中可借势的契机。公元622年，窦建德的旧部刘黑闼勾结突厥，在山东地区发动叛乱，局势一度十分危急。魏征敏锐地意识到，这正是李建成建立战功、提升威望的绝佳机会。他向李建成进言道：太子殿下理应分担国家重任，如今刘黑闼叛乱，正是您建功立业的好时机。如果您能亲自率军出征，平定叛乱，不仅能安抚山东百姓，还能在天下人面前树立威望，巩固楚军之位。李建成深以为然，当即向李渊请求率军出征。在魏征的辅佐下，李建成采取了安抚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策略，一方面严厉打击叛乱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对被迫参与叛乱的百姓予以赦免，很快便平定了刘黑闼的叛乱，生擒刘黑闼并将其斩首。这场胜利不仅稳定了山东地区的局势，也让李建成的威望得到了显著提升。这次胜利虽为李建成赢得了喘息之机，却未能从根本上化解他与李世民之间的权力矛盾。随着天下逐渐平定，朝堂的焦点愈发集中于楚魏归属，两大集团的明争暗斗从幕后走向台前，每一次权力博弈都在不断拉紧局势的引线。这份紧绷的平衡终于在公元626年彻底断裂，太子与秦王之间的楚魏之争已然抵达兵戎相见的白热化顶点。李世民在房玄龄、杜如晦等核心谋士的周密谋划，以及尉迟敬德等心腹将领的坚定支持下，率部在长安攻城的玄武门伏击并诛杀了李建成与李元吉。短短数刻之间，东宫势力土崩瓦解，唐朝的最高权柄在鲜血的浸染下完成了惊心动魄的瞬间易主。玄武门之变的血腥落幕，让身为前太子核心幕僚的魏征瞬间陷入生死绝境。
他曾多次力劝李建成早作谋划，防范李世民。这番过往早已传到新主耳中，如今东宫覆灭，他的命运已然悬于发丝之间。李世民第一时间便召来魏征，面色沉凝地质问：你当初为何屡屡离间我与兄长的兄弟之情？话音落下，殿内气氛瞬间降至冰点，肃杀之气扑面而来，在场侍从无不为魏征的安危捏了把冷汗。魏征却毫无惧色，既没有跪地求饶，也没有刻意辩解，只是坦然据理答道：如果先太子当初能够听从我的建议，果断行事，今日便不会有这样的祸患。这句话看似直白，实则藏着多重深意，既坦荡承认了自己昔日的立场，毫无遮掩，也暗含对李建成未能尽用其言的惋惜，更以一种近乎直面锋芒的直率，悄然考验着李世民的胸襟与气量。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李世民听完这番话，非但没有被触怒而降罪，反而被魏征的耿直与胆识打动。他素来敬重有真才实学之人，更欣赏魏征这份临危不惧的坦荡，当即下令赦免其罪，任命他为詹事府主簿。没过多久，又将其擢升为谏议大夫，让他得以参与朝政议论。这一戏剧性的转折，不仅是魏征个人命运的重大拐点，更彰显了李世民难得的容人之量与识人之明，为魏征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李世民虽赦免魏征并委以重任，但朝廷的稳固仍面临严峻考验，尤其在河北地区，这里曾是前太子李建成的核心势力范围，玄武门之变的血腥余波让当地旧部人心惶惶，流言四起，稍有不慎便可能引发叛乱。如何安抚这股庞大的潜在势力，成为李世民的当务之急。而他心中承载这份重任的最佳人选，正是刚被他破格启用的魏征。公元626年7月，李世民正式命魏征前往河北安抚李建成、李元吉的旧部，并特授便宜从事之权，允许他根据实际情况自主决断，无需事事奏请。这份信任，既是对魏征能力的认可，也是对他立场的彻底接纳。魏征领命后即刻启程，深知此行不仅关乎河北稳定，更关乎新储君信誉的树立。当他行至磁州时，恰逢地方官员正押解着前东宫牵牛李治安、齐王护军李思行二人，准备送往长安治罪。看到这一幕，魏征立刻意识到，这正是检验朝廷赦免诚意、收服河北人心的关键节点。他当即召集副使李同克，神情凝重地分析道：朝廷已明确下诏赦免东宫与齐府旧人，承诺既往不咎，如今却又捉拿李治安等人，这会让河北所有旧部认为诏书不过是空话。一旦人心离散，一句从生，我们此行的安抚使命便会彻底失效，甚至可能逼得他们聚众反抗。于是魏征当机立断，以便宜从事之权，当场释放李思行、李治安等人，并亲自起草奏书，向李世民详细阐明缘由。远在长安的李世民览奏后，没有因魏征擅自做主而怪罪，他深知魏征此举看似冒险，实则精准击中了安抚人心的要害。消息传回河北，李建成、李元吉的旧部们亲眼见证了朝廷的诚信，悬着的心彻底放下，动荡的局势迅速稳定下来。魏征以一次果断的决策，圆满完成了安抚任务，这为他日后成为李世民心腹重臣奠定了至关重要的信任基础。同年8月，李世民受高祖李渊之传，即皇帝位，是为唐太宗。魏征因安抚河北的功绩，被封为巨鹿县男。自此，这位曾辗转于瓦岗、
夏王和东宫等多个阵营的谋士，终于结束了漂泊的仕途，找到了最终的归宿。而李世民的知遇之恩，也为他打开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一个即将以范言直谏之名书写贞观盛世篇章，最终名垂青史的舞台已然在他面前展开。李世民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志在建立一个超越前古的清明盛世。他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明白创业虽难，守成更是不易。因此他极度渴望听到臣下的直言规谏，以匡正施政中的过失。而魏征正是应运而生的那位人境。李世民多次在卧榻之侧召见魏征，平退左右，询问政治得失。魏征也不负所望，他身怀治国的干才，性情又极其耿介刚直，面对天威从不退缩屈服。他的谏言往往切中时弊，直指要害，而李世民在魏征面前却展现出了罕见的虚心与包容，多数时候都能欣然接纳他的意见。这种君臣际遇让魏征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知遇之恩，他喜逢明主，遂将胸中的韬略与想法毫无保留地倾吐出来，成就了中国政治史上最为人称道的一段见证传奇。魏征的见证绝非泛泛空谈，而是涉及国家各个方面，且总能抓住问题的核心。公元627年，魏征被擢升为尚书左丞，更深地参与到国家机要之中。一次，太宗欲征召未满18岁的中南入伍，以扩充兵源，魏征却坚决反对，拒不签署文书，往返4次，态度强硬。李世民勃然大怒，召其入宫斥责说：中南里魁梧的都是奸民，虚报年龄以逃避徭役，征召他们有何害处？你为何如此固执？面对天子的盛怒，魏征毫无惧色，从容应答：军队在于统御得法，不在数量众多。陛下征召健壮成丁，以正道管理，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必多征幼弱以充虚数呢？况且陛下常言，要以诚信于天下，欲使臣民皆无欺诈。然陛下登基不久，已屡屡失信了。此言一出，举座皆惊。李世民惊愕追问，魏征便条分缕析：其一，陛下即位时下诏免除百姓所欠官家财物，有关部门却认为秦王府的财物非官家之物，仍旧催征，此为一失。其二，陛下承诺关中免2年租调，关外免1年徭役，不久又下敕说以纳税服役者从明年再免，这是言而无信，此为2失。如今既征租调，又点其为兵，还何谈来年免除？其三，天下政务皆委托地方守宰，唯独征兵时怀疑他们欺诈，这难道是诚信治国之道吗？这一番话让李世民幡然醒悟，他非但没有继续怪罪，反而高兴地说：以前朕认为你固执，不通政务，今日见你议论国家大政，却能切中要害。朝廷政令不信，百姓何所适从？朕确实有过。于是立即停止征点中南，并赐魏征金瓮以示嘉奖。这场关于诚信的辩论，不仅纠正了一项具体政令的偏差，更在贞观初年确立了朝廷施政以信为本的重要原则。魏征的深谋远虑，不仅彰显于内政治理，在边疆与民族事务的处理上亦见真章。岭南酋帅冯盎与谭殿等部族首领长期相互攻伐，拒不入朝。地方州府屡次奏报冯盎意图谋反，李世民震怒之下，已调集兵马，准备发兵征讨。朝堂之上，主战之声此高彼伏，唯独魏征挺身而出，力排众议。他以冷静而坚定的语气进谏：中原初定，
岭南乃瘴疠险远之地，大军远征，补给艰难，易陷被动。且冯盎反状未明，岂可轻弃战端？李世民反问：告发其谋反者络绎不绝，怎能说无反状？魏征一语切中要害，若其果真谋逆，必当分兵据险，攻略临境。然数年以来，其部未出辖境，此不反之明证。朝廷既为前世安抚，又屡传征讨之讯，彼为自保，更不敢入朝。陛下若能遣一介之使，推诚相待，是以恩信，冯盎必感念圣恩，不战而归。李世民听从其言，当即罢兵，遣使赴岭南宣慰。果不其然，冯盎深感朝廷诚意，即刻命其子冯志代随时入朝。一场可能劳民伤财、扰动南疆的战事就此消弭于无形。事后，李世民感叹万分，魏征让我派遣一个使者，岭南遂安，胜过10万雄兵。此事充分展现了魏征洞察局势、力主怀柔的政治智慧，其效益远胜于单纯的军事威慑。魏征的见证甚至细致入微地介入到皇帝的家事与情感之中。李世民的嫡女长乐公主即将出嫁。长乐公主是长孙皇后所生，李世民对她十分宠爱，想要在嫁妆上有所加厚。大臣们纷纷附和，认为陛下疼爱女儿，多加一些嫁妆也是应该的，于是便建议将长乐公主的嫁妆加倍于永嘉长公主。永嘉长公主是唐高祖李渊的女儿，也就是长乐公主的姑姑，按照礼制，晚辈的嫁妆不应超过长辈。李世民没有考虑到礼制的问题，欣然同意了大臣们的建议。然而魏征得知后却坚决反对道：永嘉长公主是长辈，晚辈的礼数不应超过长辈，如果违背了礼制，会引起天下人的非议。李世民听后心中有些不快，但也知道魏征说的有道理，便没有当场发作。回宫后将此事告诉了长孙皇后。长孙皇后得知后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十分赞赏，说魏征能够引用礼仪来抑制君主的私情，这是难得的忠臣啊。他当即派人赏赐给魏征绢400匹，钱400民。不久之后，李世民便撤销了之前的决定，按照礼制为长乐公主准备嫁妆，同时晋封魏征为郡公，以表彰他的直言敢谏。这些事例表明，魏征的见证无所不及，即便是皇帝的家事私情，只要关乎礼法与德行，他都会适时巧妙地提出规劝，引导君王的行为符合圣主的标准。不过魏征的直谏锋芒常令他身处风口浪尖，甚至一度引火烧身。曾有人在朝堂之上发难，弹劾他暗中包庇亲眷，结党营私。李世民虽知魏征素来刚正，但流言沸沸扬扬，便派御史大夫温彦博亲自查办，以正视听。调查结果证明弹劾纯属诽谤，魏征清白无虞。然而温彦博在复命时却提出了另一番见解：魏征身为朝廷重臣，行事当以明哲为要，即便无心徇私，也应主动远避嫌疑。如今遭人非议，虽无私情，却有失审慎，终究难辞其咎。李世民觉得这番话不无道理，便让温彦博代为传话，告诫魏征今后行事需多加留意，务必留下痕迹，免得再遭人钻了空子。这句看似体恤的提醒，实则是希望魏征收敛锋芒，谨小慎微，却恰恰触碰了魏征坚守的政治底线。次日上朝，魏征便神色凝重地出列奏陈，语气铿锵：臣听闻，君臣同心，方能共治天下。若为臣者不顾国家大义，一味积极于避嫌自正，处处留痕，凡事以自保为先，那么朝堂之上
必将人人谨小慎微，敷衍塞责。长此以往，君臣离心离德，国家的兴衰存亡便岌岌可危了。话音刚落，他话锋一转，抛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请求，恳请陛下许臣做一名良臣，而非忠臣。李世民闻言一愣，随即追问：忠臣与良臣难道还有区别？魏征躬身答道：上古时期的纪、契、高尧辅佐君主推行仁政，使天下太平，百姓安乐，这便是良臣。而夏桀之臣龙逢，商纣之臣比干，虽也敢当面直谏，却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君主也因之背负千古骂名，国家随之覆灭，这便是忠臣。良臣能让自身获美名，君主得贤明称号，子孙代代受益，福禄绵延不绝。忠臣却只能以自身惨死收场，使君主陷入不仁不义的境地，家国同归于尽，徒留忠诚的空名。二者相较，相差何止千里。这一番话如轻中击破朝堂的沉寂。魏征所争并非一己轻欲，而是为臣之道，为君之责。治国不再苛求臣子谨小慎微，而在君臣同心，共赴之功。李世民被深深触动，既敬佩魏征的远见卓识，更感念他以国事为重的赤诚，当即下令赏赐魏征绢500匹，以表嘉奖与认同。魏征此举看似自辩，实则正本清源。他以一身正气撑起贞观朝堂的直言风骨，也为君臣共治写下了最透彻的注脚。魏征对直言的守护，从来不止于自身犯言进谏，更以开阔的政治格局，为朝堂上每一位敢言者撑起一片天地。公元634年，一则措辞尖锐的奏书递到了李世民案前。县丞黄甫德参以毫不避讳的语气直指朝廷政策的诸多弊病，字里行间的激切之意，让批阅奏书的李世民怒火中烧。盛怒之下，李世民已生出追责之意，消息很快传到了魏征耳中。深知帝王盛怒可能毒死沿路的魏征，当即入宫觐见，以史为镜，缓缓开口：从前贾谊辅佐汉文帝时曾写过的奏书，其言辞之激烈，远胜今日黄甫德参。自古以来，大臣向君主陈奏国事，往往需以激切之语，才能冲破君主的懈怠之心。若言辞温吞委婉，反倒容易被当作寻常言语，难以引起重视。黄甫德参身居下位，却敢直言朝政得失，这份赤诚实属难得。他的奏书虽语气尖锐，却句句为国家着想，并无半分恶意。陛下当下应做的是细究他所言是否属实，所提建议是否可行，而非纠结于他的言辞是否顺耳，更不能因此降罪于他。否则，今后朝堂之上，恐怕再无人敢说真话了。这一番话如清风拂过，让李世民的怒火渐渐平息。他细思之下，愈发觉得魏征所言极是，当即压下追责的念头，反而下令赏赐黄甫德参。这一赏，不仅是对黄甫德参直言的肯定，更是向满朝文武传递出广开言路、鼓励见证的明确信号。而魏征此举早已超越了单纯的为臣辩护，他以自身的影响力守护了直言进谏的政治生态，让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理念在贞观朝堂深深扎根。这正是他作为一代名相，远超寻常谏臣的格局与智慧。在以直言护佑朝堂言路的同时，魏征的才华与担当也让他肩负起更为厚重的文化使命。李世民将主编周书、梁书、陈书、齐书及隋书的重任郑重托付于他。编撰前朝史书绝非易事，
这不仅是耗时耗力的浩大工程，更要求编撰者兼具深厚的史学积淀、精准的考据能力以及不溢美、不隐恶的客观胸襟。魏征深知此事关乎历史传承与治国敬鉴，不敢有丝毫懈怠。他亲自牵头制定统一的编撰体例，精心遴选兼具才学与德行的编撰人才，核心团队包括严师古、孔颖达等当时大儒。魏征知人善任，让各有所长的学者各司其职，构建起高效严谨的修史团队。从史料甄别到篇章构思，从文字润色到观点审定，每一篇文稿反复推敲，既力求史实精准无误，又追求文笔简洁凝练，坚决摒弃虚妄记载与主观臆断。作为总领，魏征不仅统筹全局，还亲自为隋书撰写序论，并为梁书、陈书、齐书撰写总论。在这些论述中明确提出以隋为鉴的修史主旨，将史学研究与治国实践紧密结合，强调隋王之鉴在于苛政施民，为贞观施政提供历史依据。经过数年呕心沥血的耕耘，这5部史书终于在公元636年宣告完成。书成之日，李世民览阅后极为满意，当即下旨加授魏征为左光禄大夫，晋封郑国公，赐物2000段，以嘉奖他在修史事业上的卓越功绩。这5部史书后来均被纳入24史体系，成为后世研究南北朝及隋朝历史不可或缺的核心文献。不过，随着贞观盛世的气象日益稳固，朝堂的太平景象也悄然滋生着隐忧，李世民心中渐生骄矜之意，朝廷上下的奢靡享乐之风亦有抬头之势。曾亲历隋王的魏征对此始终保持着高度警觉，从未因治世繁华而放松建政的初心。公元637年，李世民东巡洛阳，驻跸显仁宫时，因当地州县供奉不够丰盛周到，便对地方官员大加斥责。魏征得知后立即进谏，以隋炀帝当年在此地强索民财，穷奢极欲，最终引发民怨，导致亡国的史实为戒，恳切告诫李世民：天下初定未久，百姓疮痍未复，陛下当以隋王为镜，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而非苛责地方供奉。随后他将满腔忧思与治国智慧凝结成文，呈上著名的《谏太宗14书》。在这篇千古名篇中，魏征系统阐述了守成之君应有的自省精神，提出10条核心主张，字字恳切，直击治世隐患。然而，魏征敏锐地察觉到，李世民的施政作风虽有收敛，却仍在潜移默化中偏离贞观初年的初心。到了公元639年，李世民诏令5品以上官员上书言事，直陈朝政得失。魏征抓住这一契机，写下了更为尖锐、系统的实践不克中书。在这篇奏书中，他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详细对比了太宗在10个方面的前后变化，从早年的清静寡欲到如今的搜求真完，从昔日的爱惜民力到当下的轻用民力，从曾经的敬重君子到近来的逆近小人，从起初的崇尚简朴到如今的意在奢靡，每一条都直指要害，毫不避讳地指出太宗谏不克中的隐患。这份字字千钧的奏书，如同一记振聋发聩的警钟，狠狠敲在李世民心间。万幸的是，这位明君并未因直言刺耳而动怒，反而被魏征的赤胆忠心深深触动。他不仅坦然接纳了所有批评，还特意将奏书誊抄下来，悬挂在宫殿屏风之上，以便朝夕观览，时时自省，同时赏赐魏征，以表对其忠言的感激与敬重。这份君臣之间的坦诚与互信，
也成为贞观盛世得以延续的重要基石。时见不克中书的警钟犹在耳畔，贞观朝堂的隐忧却已从军心延伸至储位。随着太子李承乾日渐年长，竟沉迷于声色犬马，整日荒废学业，不问政事。与之相对，魏王李泰凭借出众的才华，深得李世民宠爱，所获礼遇与权势与日俱增，隐隐有与东宫分庭抗礼之势。储位的微妙失衡，让朝廷内外人心浮动，大臣们私下议论纷纷，无不担忧当年玄武门之变的储位纷争会再度上演。李世民听闻这些流言后颇为不悦，他深知要平息非议，稳固储君地位，必须为太子寻得一位德高望重、能镇住局面的辅臣。思来想去，他对侍臣直言：满朝文武中，论忠诚正直，无人能及魏征。我决意让他辅佐皇太子，有他在，必能堵住天下人的悠悠之口。公元642年，李世民正式下旨，任命魏征为太子太师，同时仍让他监管门下省事务，足见对其信任之深。然而此时的魏征早已被多年积劳与病痛缠身，身体虚弱不堪。面对这份重任，他当即上书推辞，直言自己身染重病，恐难担辅佐太子的重任。李世民却不愿收回成命，特意下诏安抚道：当年汉朝太子能成就大业，正是得益于4位贤德老者的辅佐。如今我将太子托付于你，用意正与古时相同。我深知你身患重病，但即便你卧病在床，仅凭你的威望与智慧，也足以保全太子，稳固东宫。眼见李世民态度坚决，又感念其托付之重，魏征不再推辞，强撑病体，接受了太子太师的任命，以暮年残躯扛起了守护储位、稳定朝局的又一重担。但魏征的身体状况并未因这份信任而好转，反而每况愈下。自公元642年起，他的病情急剧加重，连正常上朝处理政务都已力不从心，只能卧病在家。李世民对这位股肱之臣的健康牵挂不已，多次下发手诏慰问，字里行间满是关切。这份关切让魏征动容，即便病榻缠身，他心中牵挂的仍是朝堂得失。他强撑着虚弱的身体，提笔上书，直言不讳地指出李世民近来言行不一之处，恳切劝诫道：君主以身作则，方能使天下归心，望陛下坚守公正之道，勿因私情偏离初心。在此期间，李世民的关怀从未间断，他频繁派遣宦官前往魏府探病，甚至让中郎将在魏家留宿，以便随时奏报病情。为求良策治病，宫中赏赐的药食源源不断送入魏府，可魏征的身体却始终不见起色。更让李世民动容的是，他偶然得知，这位身居高位的老臣家中竟连一座像样的正堂都没有。魏征一生为官清正，俸禄多用来接济亲友，生活简朴到近乎寒酸。李世民既感动又愧疚，当即下令将自己原本计划建造小殿的木材、砖瓦全部调拨给魏征，为他赶建正堂。工匠们日夜赶工，仅用5天时间便将正堂建成。与此同时，李世民特意派宦官送去素色褥子与布被，既贴合魏征崇尚简朴的品性，也暗含着让他安享晚年的心意。时间来到第2年，64岁的魏征已病入膏肓，生命进入倒计时。李世民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亲自赶往魏府探视。踏入魏征的卧室，他平退所有侍从，静静坐在病床边，握着老臣枯瘦的手，与他叙谈许久。看着昔日直言敢谏、意气风发的魏征，如今已形容枯槁，
气息微弱，李世民也潸然而下。几天后，他又带着太子李承乾与嫡女衡山公主再次到访，想让魏征在弥留之际感受到皇室的敬意与温情。魏征见圣驾亲临，强撑病体，穿上朝服，束好腰带，行君臣之礼。李世民见状，悲从中来，眼眶瞬间湿润，快步上前，一边轻轻抚摸着魏征的手，一边哽咽着问道：“魏公，你还有什么想说的话吗？”魏征缓缓说道：“离不续尾，而忧宗周之亡。”意思是自己虽然即将离世，但心中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国家的安危，希望陛下能继续励精图治，让大唐江山永固，百姓安居乐业。李世民听后深受感动，他决定将衡山公主许配给魏征的长子魏书玉，以此来回报魏征多年来的忠诚与功绩，让魏家能够继续享受荣华富贵。然而此时的魏征已经虚弱到无法起身谢恩，只能微微点了点头，眼中尽是感激之色。几日之后，李世民在睡梦中与魏征再度相逢。梦中魏征神色庄重，一如既往地向他觐见，话语中满是对国家社稷的忧虑和对君主的殷切期望。李世民听得认真，频频点头。待他从睡梦中醒来，回想起梦中的场景，心中感慨万千，久久难以平静。命运总是如此残酷。第二天清晨，还沉浸在梦中思绪里的李世民便被一个噩耗击中，魏征与世长辞。贞观17年正月戊辰日，这位为大唐江山倾尽心血的一代名相，永远地闭上了双眼，离开了他心心念念的朝堂与百姓。李世民得知消息后，悲痛欲绝，难以自抑，当即下令为魏征废朝5天，以表达对他的敬重与哀悼。太子李承乾也奉命在西华堂为魏征举哀，沉痛悼念这位为大唐做出卓越贡献的老臣。随后，李世民下诏追赠魏征为司空、相州都督，赐谥号文贞，这是对魏征一生功绩与品德的高度认可和赞誉，同时给予他极高的丧葬待遇，允许他陪葬昭陵，让他即便在死后也能继续守护大唐江山。魏征的妻子裴氏深知丈夫一生节俭，生活朴素，不愿意违背他的心愿。面对朝廷供给的奢华仪仗和丰厚物品，裴氏婉言推辞不受，说道：“魏征平生节俭，如今按照一品官的礼节安葬，所需仪仗器物太多，不符合他的志愿。”最终，裴氏只用白布、帷幕装饰盛载灵柩的素车，以最简朴的方式为魏征办理了丧事。出殡那天，李世民独自登上御苑的西楼，目光紧紧追随着那辆渐行渐远的素车，车上承载的不仅是一代名相的灵柩，更是他治国路上最珍贵的谏言与情谊。看着素车渐渐消失在城郭尽头，这位曾叱咤风云的帝王眼中满是掩不住的不舍与怅然，泪水无声滑落。与此同时，他早已下旨令文武百官护送灵柩至长安郊外，由晋王李治亲奉诏书致祭，用朝廷最隆重的礼节为这位忠臣送上最后一程。为了表达对魏征的深切思念之情，李世民亲自为魏征撰写碑文，字里行间饱含着对魏征的感激、敬佩与怀念。他还将碑文书写在墓碑上，让魏征的功绩与品德能够永远流传后世。此外，李世民还创作了10首挽词，每一首都寄托着他对魏征的无尽哀思。之后，李世民又赐给魏征家封户900户，让魏征的子孙后代能够享受朝廷的恩惠，以此来回报魏征为大唐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在李世民心中，魏征早已超越了君臣的界限，他是直言不讳的良师，
总能在自己得意忘形时敲响警钟。他是同心同德的益友，总能在治国理政上献上真知灼见。魏征的离去，不仅让他痛失臂膀，更让大唐少了一根支撑盛世的栋梁。这份跨越生死的君臣情谊，也因这份深切的追思，更显厚重与绵长。同年2月，李世民命画家阎立本绘制的凌烟阁24功臣像正式完成。魏征位列第4，与房玄龄、杜如晦等开国元勋并肩而立。他的面容与功绩被永久镌刻在帝国的功勋碑上，成为贞观盛世最鲜明的精神印记之一。魏征的丧礼余韵未绝，朝堂便因一场惊天变故掀起波澜。公元643年4月，太子李承乾谋反案发，震动朝野。在彻查过程中，李世民震惊地发现，魏征生前提携举荐、力赞有宰相之才的侯君集与杜正伦，竟双双牵涉其中。侯君集直接参与谋逆被诛杀，杜正伦也因牵连被贬谪。昔日对魏征知人善任的信任，瞬间被深重的疑虑取代。更让李世民难以释怀的是，随后有奏报称，魏征曾将自己历次进谏的奏章副本私下交付给负责编纂国史的史官褚遂良。据《旧唐书·魏征传》记载，褚遂良时任起居郎，专职记录皇帝言行与朝堂政事。魏征传奏书副本，实则是希望将君臣见证的史实完整纳入国史，以垂范后世，而非单纯的博取美名。这一争议背后有着复杂的史学考量。在李世民眼中，这一举动绝非单纯的史料留存，反倒像是刻意向史官展示自己的执剑功绩，为身后名铺路，博取千古钟鸣的意图昭然若揭。信任的堤坝一旦崩塌，过往的君臣情谊都成了刺眼的对照。盛怒与失望交织之下，李世民做出了令人扼腕的决定，亲手下诏取消衡山公主与魏淑玉的婚约，又命人推倒了那方由他亲笔题字的魏征墓碑。一段传为千古美谈的君臣佳话，竟以如此决绝的方式戛然而止。这不仅是魏征身后的名誉之伤，更深刻暴露了贞观盛世的光环下君主与直臣之间复杂而脆弱的权力博弈。即便是李世民这样的明君，面对臣下功高盖主的隐忧与被刻意塑造形象的猜忌时，也难以保持绝对的理性与信任。公元645年，李世民不顾群臣劝阻，执意亲率大军征伐高句丽。这场战役虽偶有战术胜利，却始终未能达成覆灭高句丽的战略目标，反而耗费了巨额粮草军备，折损无数将士，最终只能徒劳班师。归途之中，身心俱疲的李世民望着沿途残破的景象，懊悔之情涌上心头，恍惚间想起那位总能在他决策冲动时挺身而出的正臣，不禁发出千古一叹：魏征若在，不使我有事行也。这句迟来的悔悟，道尽了他对魏征的深切怀念与无限惋惜。此刻他才真正明白，那些曾经刺耳的忠言，恰是守护王朝安稳的最坚实屏障。幡然醒悟的李世民当即下诏，召见魏征的家人，赐予丰厚的赏赐与慰问，同时派遣使者带着少劳之礼，这是古代诸侯卿大夫祭祀宗庙的隆重礼节，前往魏征墓前祭奠，并下令将推倒的墓碑重新立起。尽管衡山公主的婚约未能恢复，但这一系列举动已然是对魏征忠诚与功绩的最终证明。这份历经波折的追思，为魏征的一生画上了虽有缺憾却不失庄严的句号。凌烟阁上的画像早已在岁月中褪色，昭陵旁的墓碑却在推倒与重立的波折中，
愈发清晰地镌刻下魏征的一生。这位从隋末乱世走来的韩氏，辗转多主，却始终未改其志，最终在贞观朝堂上完成了从谋士到人境的蜕变，用64个春秋书写了中国历史上最动人的君臣相知传奇，更留下了跨越千年的精神遗产。魏征的价值从来不止于直言敢谏的表象，他的见证不是沽名钓誉的姿态，而是根植于以民为本的信念与以史为鉴的清醒。早年底层的颠沛，让他深知民治劳苦是王朝兴衰的基石，故在中南入伍争议中以诚信博君，亲历隋亡的动荡，让他洞悉君主骄奢是复国之先兆，故以实践不克中书直面太宗的蜕变。他的每一次犯言都不是与君主的对立，而是以良臣之治行共治之实，既不让君主陷入失德之境，更不让百姓重蹈离乱之苦。这种将个人忠诚与天下苍生绑定的见证观，让他超越了传统忠臣的桎梏，成为社稷的守护者。他的一生是士之精神的完美践行。从瓦岗军中未被采纳的10条计策，到东宫时期为李建成谋划的储位之策，再到贞观年间数十万言的党论，他始终以经世致用为标尺，不因主君的明暗而懈怠，不因处境的安危而退缩。即便身陷窦建德敌营，仍保持清醒的时局判断；即便面临玄武门之变后的生死考验，仍以坦荡直面新主的诘问。这种苟利国家生死以的担当，让他在频繁的阵营更迭中，从未沦为趋炎附势的政客，反而以道驭术，让纵横之志、儒家之人在乱世中得以彰显。而那场关于良臣与忠臣的辩论，更道破了他人生哲学的核心。他所追求的，从来不是以身死谏的悲壮，而是君臣同心的共赢。他用一生证明，最好的臣道是以智慧匡正君心，以忠诚守护志士，让君主成圣君，让百姓享太平，让自身留美名。这种超越了个人荣辱的格局，让他与李世民的互动不再是简单的君民臣职，而是中国古代政治生态中共治理想的极致呈现。君主以虚怀纳谏成就开明，臣子以直言尽忠成就功业，二者相互成就，方有贞观之治的盛世华章。深厚的荣辱臣服，更让他的形象愈发立体。墓碑的推倒与重立，恰似对他一生的隐喻，一时的猜忌与误解终将消散，而他为大唐注入的精神基因却从未褪色。李世民征高句丽归来后的那句叹惋，不仅是对一位臣子的思念，更是对一种政治理想的回望。当兼听则明的箴言被搁置，当居安思危的警钟被遗忘，盛世的根基便会动摇。这恰恰印证了魏征的不可替代性。他不仅是一位谏臣，更是盛世的压舱石，是君主的清醒剂。千百年后，人们提及魏征，或许会忘记他安抚李绩的智谋，忘记他编撰五代史的功绩，但绝不会忘记他犯言直谏的风骨，不会忘记他的赤诚。他留给后世的，早已不是凌烟阁上的位次，而是一种精神坐标。为人臣者，当以天下为己任，以忠诚为底色，以智慧为利器；为人君者，当以包容为胸襟，以纳谏为明鉴，以民生为根本。在中华帝国的历史长廊中，名臣辈出，却鲜有一人如魏征这般，既是乱世中的生存智者，又是治世中的精神脊梁，既成为君主的人境，又成为后世的史境。他的一生如同一枚穿越千年的火种，照亮了古代政治的理想之光，也提醒着后人，盛世的维系永远需要敢言的勇气、为民的初心以及共治的智慧。
这便是魏征留给历史最珍贵的馈赠。历史从未远去，它在声音中回荡。我是深入历史，我们下期再见。